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唐嫣瞎大胆被关门外，赵丽颖真大胆屡创高峰，会大胆的女人最好命。唐嫣被微博之夜堵在门外20分钟，委屈得到凌晨3点还睡不着，在车里发了美照后，又被限制了流量。他可真惨啊！闹到这么尴尬的地步，纯粹是唐嫣瞎大胆给自己惹来的麻烦。其实他可真算不得冤枉。随便一社会人都知道当天路上有多堵，人家都开始领奖了，你唐嫣还在直播呢，合着支计划来领个奖就走，还是让主办方为你延长开场时间？大胆也不是这么个大胆法，这种藐视规则的大胆只会被主办方诟病。唐嫣以后混娱乐圈怕是难了，真要大胆，那要学赵丽颖。赵丽颖那才是真大胆，直接拒绝微博之夜的邀请，一心只干一件最值的事，拍戏。女人这辈子要牢记，藐视规则的胆大，那是给自己的事业发展添堵；勇敢拒绝的大胆，那才是事业成功的真谛。当然，赵丽颖的大胆人生可不止这一项，我再拎出来3点，我们一起好好学一学，这日子绝对差不到哪里去。01，事业上大胆闯不属于自己的领域。赵丽颖在事业上永远冒着一股没有金刚钻也敢揽瓷器活的大胆。出身农村，连怎么表演的书皮都没摸过，就敢报名冯小刚的雅虎搜星。表演当天，别人吹拉弹唱有模有样，而赵丽颖的一首《隐形的翅膀》完全唱走调了。但幸好冯小冯被她的愣劲儿吸引，邀请她拍了个广告。在冯导的引荐下，赵丽颖签约了华谊兄弟，于是开始和周迅、蒋雯丽同台飙戏。颖妹子也不带怕的，哪都不懂，处处被排挤。赵丽颖也不怵，不会就学，逮人就问，硬是从只有演小丫鬟的份，通过7年努力，被于正看上，为她量身打造了陆贞传奇。然后在唐嫣、杨幂这些科班出身的同龄人都不好摆脱的甜宠风格下，赵丽颖演一部换一种风格，到直接和导演傅东育拍板了《风吹半夏》的拍摄。剧中有段她和男主赵磊的台词，就是赵丽颖本人的性情写照。赵磊说她：“你的赌性真的是很大。”赵丽颖回他：“这叫魄力好吗？不然拿什么走到今天？”零起点，零人脉，零资本，勇闯最势利的娱乐圈。赵丽颖的胆子比豹子还大，也正是这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劲，为她迎来了心中所愿。3年疫情过去后，降薪裁员此起彼伏，于是人心忐忑，很多人开始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，生怕输掉仅有的那点积累。但越是这样，越不容易走出困境。我们女人更是如此，就业歧视、家庭压力以及自身的局限，每一个都是包袱，不敢敞开了做事。其实看准了之后，倒不如甩开膀子闯一闯，或许你也会像赵丽颖一样，让那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找上门来。19岁创业就做了 CEO 的托布花，其实只有高中毕业，以前的工作就是送材料、买盒饭，对广告一窍不通，但是他就敢对公司新项目提出异议，给连话都没说过的大佬打电话帮自己出主意。他另类的举止让老板注意到了他，直接让他参与决策，也因此让他一步步的走上了人生巅峰，最后和罗振宇站在了一起，挥斥方遒，合作共赢。大多时候你搏一搏，够一够，你会发现你以为很难的事也没那么高不可攀。大胆的去进军，踏过去，你就成了一条龙，你的事业就会有另一番的飞腾。02，感情上大胆我行我素，无惧世俗。唐嫣遇上罗晋，彩中真爱，不通知经纪人就敢官宣，声称这是做过最大胆的事。
幸福的同时，也有运气的成分在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和冯绍峰从开始到结束更接地气。当初，赵丽颖发自内心觉得冯绍峰值得嫁。冯绍峰的手机里用单字他备注赵丽颖，甜丝丝的专属爱称，哪个女生不心动？为了不耽误给赵丽颖过生日，冯绍峰一次买3个航班的票，甚至直接把火锅端到赵丽颖住的酒店。在这么暖的男人面前，隔着门第的差距，赵丽颖就大胆嫁了，无钻戒，无婚礼，无婚纱照，这些统统都不是个事儿。婚后才是考验感情的试金石，生子后的琐碎让赵丽颖发现冯绍峰并不是良配，她心一横，立刻离婚切割关系。赵丽颖给我的感觉就像金庸里的侠女，爱就大胆爱，不爱了也敢挥刀断情丝，手起刀落不黏糊，这种率性酷毙了。要是我的同事茵茵也能这样，就不至于丢了长相酷似张馨予老公的帅男友。茵茵和男友是校园爱情，当初那是一口一个小哥哥的把男友挂在嘴上，但转脸又要求男友全款买房买车，茵茵又不差钱，这又是何苦？僵持之下，帅小伙提出了分手。有些人错过才知道是遗憾。茵茵又经历2任长相家境平平的男友，才发现还是帅小伙让她心动。武志红老师说，一个人只有大胆的爱过、恨过，乃至快意恩仇，他才算真正的活着。能够抛开外在的条条框框，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找伴侣，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。但真的实践起来并不容易。他人的眼光、同龄人的比照、自我设定的标准，都框得住爱情的成色。但最后你会发现，自己要求那么多，总是患得患失的话，你总是并未能如愿。到头来，还不如人家大胆爱过、恨过的人过得痛快。至少，人家曾经真实的体验过爱情。当然，并不是鼓励女人盲目恋爱脑，而是在确认对方值得的情况下，畅快的在爱情里甜一把。毕竟人生苦短，体验才是王道，否则难不成你到了70岁再结？03，处事上大胆埋头耕耘，拒绝浮华干扰。娱乐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综艺不找赵丽颖，拍戏不找杨颖，代言不找成龙。不同的是，后2位是被动被拒，赵丽颖则是主动拒绝。赵丽颖2次拒绝演员的诞生，就是章子怡邀约，她也不干。拒绝上浪姐的理由是不舍得孩子，这话术绝子。今年的微博之夜，赵丽颖不愿打断拍戏进度，照样大胆拒绝。这么彪的操作，不光没有丢了存在感，还被一众网友夸赞清醒。唐嫣在这点上的拜赵丽颖师傅。既然想在微博之夜上露脸，就该推了品牌直播，以最好的状态，靠《仙剑情缘》和《大秘密》的世纪复合，打响复出第1枪。可唐嫣是怎么做的呢？一边想赚品牌直播的钱，不敢拒绝对方的时间安排，一边又想靠微博盛典刷热度。同一时间段赶完这场跑那场，就是赶集也得看时间啊。结果就是哪边都捞不着好，品牌方没得到预计的效果，微博方黑脸不让他进场，提供礼服的高定不满他穿自己的衣服，闹笑话。看唐嫣凌晨3点穿着华服发美照，又怕得罪微博，小心翼翼地主动示好，不免责怪他一生早知今日今时，何必当初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唐嫣过去的社交黑料又被网友们扒了出来，本来可以借着好姻缘复出，这刚有了翻红苗头，一夜又被打回了原形。唐嫣的处事能力令人着急呀。作家太宰治在《人间失格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我的不幸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。”是的，谁都不愿得罪，最后得罪了所有。不敢拒绝、不懂拒绝的人，生活中比比皆是。缩着脖子社交的后果，
就是没给自己挣来多少好处，倒是弄来一堆麻烦。两相对比之下，这赵丽颖之周全一方的做法就显出高明来了。大胆拒绝，坦坦荡荡，把精力留给该做的事，你反而能收获更多。04梅娘说，挑剔傲娇的于正高调盛赞赵丽颖，我一直非常喜欢赵丽颖，她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孩。我还想再加一句，赵丽颖不光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更敢明晃晃地和非目标的人和事划开界限。在既要又要的名利场，混沌纠缠的感情世界，能够每次都坚持心中既定的想法，光想想就费神。但赵丽颖就敢逆着人性来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知遵从本心，胆子一路肥到底，管你们怎么看，我就这样。事业上大胆尝试，一路昂扬；感情上有爱聚无爱散，处事上不委屈自己也不耽误他人。结果竟然都是出奇的好，还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粉丝青睐。粉丝喜欢偶像，是在偶像身上寄予了自己不敢要又想要的梦想，那赵丽颖越来越火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一个女人，若你想得多，想要的东西多，就很容易走上了唐嫣的摇摆路，把自己给困住。而赵丽颖雌雄同体的真大胆做派，更容易闯出一番大气象。所以姐妹们，真大胆的人，那是杀伐决断，可不是踩人家的边界哟。